大家好，我是朵朵。今天这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制作包包的时候最爱使用的男主角不对，是免烫衬的材料啦。那他们不需要使用熨斗烫贴，就能够让包包超级挺哦，真的用过一次就会爱上它。在介绍前，先来玩个小测验。这里有1、2、3、4、5个小布盒。那为了公平起见，它们都是使用同一块布料制作的，也就是说，布料的厚度是完全一样的。女主角嘛，都是同一位，尺寸的部分也都是完全一样，长度6公分，宽度6公分，高度3.5公分，统一规格。至于车缝时的误差，就先不考虑咯。接着呢，我会用我的手指戳它，看看这几位男主角的表现会是如何。我们就开始咯。我们先来说说这一位，其实它就是厚布衬。我觉得厚布衬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增加布料的厚度而已。但是说到支撑力啦、回弹力啦，相信大家刚刚也都看到了吧？那今天的主题是非烫衬的材料，所以这一位就先让他退场吧。接下来是这一位，它是机缝棉。它的原本样子是长这个样子，摸起来蓬蓬软软的，是它最大的特色。那我手上的这一个它是没有背胶的，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可以直接把布料铺上去，用珠针或夹子别好，直接车缝即可，还蛮好操作的。如果呢你想做那种有一点蓬蓬软软又带有一点弹性的软包风格，那这个素材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当然拿来做内袋也是非常 OK 的。像我的这个包，它的内袋就是用它做的哦，整体的手感会多了一点烹饪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哦。下一位，它的挺度也是很不错，它是压格棉衬。那它的素材是长这个样子，它的表面有菱格压纹，然后中间呢夹了类似棉花的树脂棉，摸起来的手感稍硬挺了一点，虽然薄薄的一片，但是它的支撑力也是蛮可以的。那这片呢，我现在量起来的尺寸大约是落在 0.1 公分，它的官网上写的是 0.1 公分，其实也差不多。那它是没有背胶的款式，所以在使用上就是直接将布料放上去，然后夹好，然后直接车缝就可以了，也是还蛮好处理的。那我自己最常拿它来当做局部支撑的素材，像是我之前的作品这个盖扣带，它在带盖的这一段的部分就是使用这个素材来制作的，这样摸起来就有挺度而不会软趴趴，效果也是蛮不错的。剩下的这2个素材也是我目前最喜欢最爱用的素材，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支撑力与回弹力。
那它们就是泡棉衬。泡棉衬有分成2种，第一种是有背胶的款式，第二种是无背胶的款式。那现在这个它是有背胶的款式，那这一个就是无背胶的款式。其实2个看起来还蛮像的，但是它其实原始的素材是长这个样子。这个后面有一个纸张的是有背胶的款式，那这个就没有纸张的，就是无背胶的款式。我们一样来量一下它的厚度。有胶的部分，官网上是写 0.1 公分，那实际上我们现在量起来也是大概落在 0.1 公分左右。但是呢，因为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把这个纸张撕掉，那撕掉后再量的话，就大概落在 0.08 到 0.09 这个范围，所以实际上它算是比较薄的泡棉衬。那另外有无胶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样量一下。官网的部分是写 0.15 公分，那目前我们这边量起来大概落在 0.12 到 0.15 这个范围。然后呢，这2款素材在支撑力与回弹力的表现，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弯折的这个类似 S 曲线的表现上也是蛮漂亮的，这也是为何我会选择它们作为我主要包体结构的支撑材料。有胶款的部分，我通常会把它用在比较小的包款上，因为它的厚度比较薄。像这个作品，我就是用它来制作的。这样按下去，它会回弹 ，QQ 软软的又有挺度，效果也很好。另外一个包款，这个也是小小的，也很可爱。那它一样也是使用这个有胶的泡棉衬做的，你看它还是会有回弹，而且重点是它里面是空的哦，你看里面是空的，完全空的。对，它在里面没有装东西的状况下就有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棒啊。那无胶款的部分，在很多包款上面，我几乎都会使用到它。例如，我手上的这个水桶包，它的主体结构也都是用它来做的。还有这个水桶包，这个也是，这个我也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它还是一样有它的挺度，而且其实啊，这块布料真的非常的薄，对，它一样有这样子的挺度，都不会垮掉。还有这2款收纳包也是用同样的素材做的，它也是非常的挺哦，而且我这里还有做了一个口袋，对，然后这一款的部分也是使用这个无胶款的泡棉衬做的。虽然说泡棉衬它的支撑力跟回弹力很优秀，但是它其实也有一些缺点。那我先来说它们的共同缺点好了，就是因为这个素材呀，它的这个表面会有色感，所以当我们的压脚放上去的时候，它会卡住，无法前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
运用一些辅助工具来帮助，例如说，我们要更换这种塑胶压脚，或者是边车边抹油，让它可以很顺利的往前送。这个部分我之后会再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操作的。然后我们来说说它们各自的缺点。有胶款的部分，由于它是与布料紧密的粘在一起，那如果假设说今天泡棉衬上面有压痕，像这样压痕，那如果今天的压痕是从外面造成的，有压痕这样子，那这个压痕就有可能会直接反映在贴在这个上面的布料上。这种状况在比较薄的布，或者是织纹比较松散的，甚至弹性比较大的布料就会特别明显。所以在粘贴之前啊，布料在撕掉嘛，然后贴上去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确保你的那块布如果有折痕的话，你就要先烫平它，然后你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布料的属性，或许需要在事前先做一点加工处理，再做粘贴，要不然你就会像这一卡包，你有看到吗？这边就产生了折痕，然后这个你虽然再把它推一推，可是它还是过没多久就出来了。因为我这一块布料真的非常的薄，可能小于 0.02 公分以下。那我当时因为不晓得它这个素材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我就直接把这块布料贴上去。那车完的时候一切都非常的完好，然后可能是我收纳的时候我有折到它，我再把它拿出来看，我就发现它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这个缺点就是大家在使用这个素材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你那块布料的属性。那无胶款的部分就比较没有刚刚那方面的问题，因为它并没有粘在这个布料上面。那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是无胶款的部分，然后你看哦，我这样子，它其实是可以拉开的，对，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假设说我们今天已经作品就是把它翻出来了，然后发现这个表面有折痕的话，我们就是拿熨斗稍微再给它烫一下，它这个折痕就会消失了，它就不会像有胶款它那个折痕就还会存在。无胶款的部分也不是说没有缺点，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在车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它是分开的嘛，那我把它翻到背面哦，你看它里面是不是就会皱皱的？我们通常在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这样子从背面车，然后从这边车？如果说你在车的时候这边没有拉平它的时候，有可能你车完翻到正面的时候，它这边就会有产生一些小皱褶，就例如我这个包这边就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小皱褶，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使用上的时候比较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像这些呢，都是我在实际使用后的经验分享。所以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最常使用的是这3款，就是有胶的泡棉衬、无胶的泡棉衬跟压格棉衬。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厚度的部分，你看这样子，这样有清楚吧？这个是最薄的，然后这个是中间，然后这个是稍微厚一点。虽然说它们的厚度都介在 0.1 公分上下，但是其实还是多多少少会使用上有差异。再加上如果你的布料又有厚度的话，那这个差异就会非常的明显。
然后呢，我还有一款没有介绍到，就是这一款，看得出来吧？它又更厚了一点。我们一样来量一下，它在官网的写是0.3公分，目前量起来也是落在0.3公分。这个这么厚，其实它最主要就是用在包包底部的衬垫，这也是包底不会软塌的秘密武器。那在使用上的部分呢，我这边先拿开一下。通常我们在用的时候会是假设说这个是那个包底那个侧身片好了，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会这样叠上去。我这边放了一个这个是那个1公斤重的布衬，很重，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子，看它就不会陷下去啊。所以这个素材通常我大多数就是包包底部的那个衬垫，我会使用这个0.3公分的厚度。当然啦，它不一定是用在包包底部，你也可以把它用在包包的主体结构，例如就是这一咖小圆包。那这一咖的话，它在前面这一片跟后面这一片的部分，我就是用这么厚的素材做的，所以它这个一样就是很有这个 Q 蓬的感觉。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或者是说想要知道这些材料都是去哪里买的，我都已经写在我的部落格网站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滑过去看。最后呢，我觉得要选用哪一种衬类材料，其实还是要看你的包型结构设计，再根据布料的厚度、车缝的方式与习惯来做搭配，所以没有绝对的好或坏，只有最适合当下作品需求的选择。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呢，你也有喜欢的衬类或者是推荐的材料店家，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